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有一个好玩的咯，我们要来喝我的麦克风。今天有一个好玩的咯，我们今天要来品尝一下琴酒啦。这我弟的买的琴酒2款，第一款是这个 TTL 台酒的及 Craft 琴酒，它酒精浓度有42度，里面的原料有非常多哦，伏特加、杜松子啊、马告啊、杏仁片等等。待会我们来喝喝看。然后另外一款呢是相对便宜一点点的，这款是 London Dry Gin Larios， 酒精浓度37.5，这个我们也可以来喝喝看，看它们的风味到底是怎样，可以比较一下。2款都已经有稍微先冰过了，琴酒可能冰过会那个风味更好一点。其实我对琴酒不是很了解啦，不过呢，喝喝看，看能不能够有什么想法。毕竟我们上次的琴酒的影片呢，观看是不是这样子的，如此热络，如此热烈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我不相信，再来做一个品酒的影片看看。哇，好浓哦！冰过之后啊，酒体的浓度就上升。左边呢这一支呢是 Larios。右边的这一支呢，就是那个 TTL 的 Craft 及 Craft 琴酒。它后面的那个详细资料我再查一下，再补上来。那我今天就单纯喝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品饮的感受，记录一下。哦，就是它那个杜松子的味道很明显，这个 Craft。哦。左边这个 Larios， 它的杜松子味道还蛮明显的。那右边这一款的那个 Craft 的话，它的那个草本的感觉更明显一点，然后它的杜松子比较没那么刺鼻。2款都还蛮不错的。其实它可以拿来纯饮，也可以拿来调酒啦。闻的都想喝喝看了，我们来先试试看左边的，它的酒精感还蛮明显的。那入口之后呢，就是各种那种草本啊、草药的那种气息。它里面有很多原料啦，详细的话我再放资料上来。喝起来这样整体的感受上是还蛮不错的，酒精浓度37.5而已。来喝喝看另外一款 Craft。及 Craft， 好喝有差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！一比较之后就发现说，它的那个香气啊，跟它融合的感觉啊，还有甚至它的那个酒精感就没有那么刺激，就连我这门外汉一喝都觉得，这个比较好喝，比较舒服，然后它香气的完整度比刚才更高，刚才的话会稍微有点小突兀。它香气的分层比较明显，这个的话就还蛮 OK 的，比较圆一点。然后它后面带上来像一些橘子皮啊、柠檬皮啊那种微微的苦苦的那种感觉，还有一点薄荷感，厉害！它还有放马告哦，原住民的那个特色材料放进去了，很酷。它里面还有放东方美人茶还有茉莉绿茶。难怪会有这些味道哦！它还有当归，这蛮厉害的我觉得你可以细细的去品味，然后去分辨它里面的香气，它的比例呢一定是抓得蛮厉害的，才会有这么漂亮的呈现。这支还蛮赞的。哇！现在闻回去我们第一支的那个 Larios， 它的那个闻淡的感觉啊，柚子皮的味道好明显。很像我们中秋节，刚好中秋节到了，吃柚子那种味道。确实喝出它的复杂度没有那么高，但它还是好喝的，我觉得也是不错喝的。就是你如果不要比较的话，真的你会觉得这个也还不错哦。一开始喝是那种很杜松子啊、草本啊那种香料的味道，那现在呢，我喝了几口之后，习惯了它的味道之后，感受到的最主要的调是文旦皮、柚子皮的味道。
柚子感很明显。Craft 它让我真的感受到它的茶香，厉害，茶香很明显。其实我刚才一开始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它们两者有一个蛮大的差异，就是它里面多了一个香气。一开始还没有那么清楚可以分辨出来，不过后来看了它的介绍之后，发现哦，真的啦，就是茶的味道，茶香，厉害，这支可以推哦。就算你平常不会喝琴酒的人啊，你说不定你也会爱上这支。好吧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下面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。它是可以拿来做调酒的啦。不过我觉得这样纯饮也蛮爽的，蛮好喝的。就是如果你喝腻了威士忌，喝腻了高粱，你手边的酒你都腻了的时候呢，这时候来一个琴酒，你就觉得很不一样，刷新你的感官。甚至之前我们还会喝白兰地，可是白兰地，我觉得白兰地有点甜度有点高啊，就是稍微甜腻了一点如果不喜欢喝那么甜的呢，其实就是有更多选择。好喝。现在杂谈的时间呢，可以来稍微聊一聊，聊什么呢？两个都好香哦，好适合中秋节哦。它也有一点点的文旦的味道我觉得。感觉喝琴酒的人，纯饮的应该蛮有品味的哦。因为它不是像威士忌去用它的制成去创造风味，而是它就是直接给你它要的风味。比如说你觉得什么东西材料很棒啊，然后你就可以放在那个你要蒸馏的过程中去把它添加进去，让它可以产生这样的香气，扎扎实实的，不是用实验出来的，而是就是确定这东西就给你这样子，还蛮不错的啦，很棒。聊天的杂谈的模式之下讲出一些东西，不过呢，我的灵感跟材料有点枯竭，因为我前一阵子才刚录完那个什么无情批判的那个杂谈而已，那我讲了30几分钟，讲了半个小时啊。然后陶子杰就说厉害，你怎么办法讲这么久？对啊，自我对话就是很自由的嘛，你想到什么就讲什么。不过你要讲的东西还是取之于你的生活经验跟体验嘛。不过那我现在讲到这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从上次的杂谈到现在这个杂谈呢，它的过程其实没有到很长，大概才隔1个礼拜吧。所以我其实目前还没有累积一些可以说的谈资啊，人家说是谈资啊，是我其实没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。这个礼拜做了什么？继续杂谈的时间。在我把这2杯酒喝完之前呢，我就是继续讲我的杂谈啦。我弟很妙他是属于那种 city boy 的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他的工作跟他的专长的关系，他都是在接触一些自然环境因为他是自由潜水嘛，所以他都会去接触大海啊，然后他其实生活有点离群所居的感觉啦。跟我相反，我就是一直待在城市里面，然后在面对每天各种乱七八糟无理取闹的人的客人，所以其实从以前到现在，我就蛮希望我可以离群所居的。然后我弟就说：“你怎么可能离群所居啊？”他就觉得他自己需要去城市里面充电，是需要去看到人群，需要去看到这个社会的脉动这样子。那像我的话，我就说我真的很讨厌人我真的希望我可以不要跟任何人接触，我可以一个人静静的待在自己的一个环境里面，那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。他就问我说：“那你有自己待在这种与世隔绝环境过吗？”我说：“有啊。”我那时候在澳洲的时候，在墨尔本打工旅游，在马铃薯农场工作。那时候我就在那边待了3个月，然后完全真正的离群所居啊。
我那时候就是身为身边周遭方圆百里都没有其他人，那除了工作之外，我就是在家，就是在那个 homestay 住的地方。那我整天在干嘛？我就是写作，然后弹弹吉他，然后看书、阅读，做一点自己的事情。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单调乏味，但是我很满足，就是很安定，我内心是很安定的。我在那边过了3个月，我是觉得蛮 OK 的，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是还蛮讨厌跟人接触的啦。上次的那个上一部影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，就是我们最后不是在那边说，你测了16人格了没有啊？然后我就说，我没测过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然后后来我们大家都测了，结果呢，里面测出来的东西呢，我是比较偏向于外向，好扯哦。我其实自认为我自己是内向的人，然后结果测出来的个性的部分，我现在是外向，不喜欢跟人接触的啦。我觉得自认为啦，不过很神奇的就是我出国之后啊，我的人格会转变，我就会好像变得不同的人一样，我会比较想要，我就会 open mind，就是跟别人接触，跟陌生人接触。像我在澳洲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，我就是非常的，我也可以很自我，也可以很跟别人接触，跟世界接轨的感觉。那怎么说呢？那时候我认识了韩国的朋友，然后我也去韩国找过他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其实我是内向的人啊，我很讨厌跟人接触，然后他们就不敢相信，然后就觉得说你明明就超外向，你很喜欢跟人接触，他们就觉得说我这样讲这不合理。其实我内心是冲突的，就是很奇怪，可能人本身就是没有那种，一定就是说他是怎样是怎样吧。像我自己的话，我自认为自己是内向，因为我讨厌跟人接触，说实在的啦。但我的工作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必须跟人接触的。然后我出国之后呢，我在国外呢，在台湾以外的地方呢，我就会喜欢跟人接触。我觉得好奇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啊？就是我在台湾，我会觉得说，我有我的身份，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是我，所以我不能做很多事情，有些事情我不想做，不能做，不想做。可是今天出国之后，我就会觉得说，我好像又变成了另外一个自我了，就是我的那个 crazy 的成分就出来了。他就会去跟人接触，主动攀谈，然后去聊天，然后做一些我自己想都想不到的事情，就是一些算是疯狂吗？也没有那么疯狂啊，就是比较自由一点的状态。其实我蛮喜欢旅行的，因为旅行的过程当中，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可以很自由自在，可以体验到很多不同的东西。我觉得我这次去日本跟那个西班牙男生聊天聊得很开心，我没有留他的联络方式，有点小后悔啊。觉得他是一个好人觉得他是一个很好聊的对象，而且为什么我出国之后会这么的 open mind，就会这么愿意跟别人讲话？是因为我会知道，我可能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地方，就像以我上次去的名古屋为例啊，举个例子，我在那个 backpacker 住的地方遇到了这个西班牙男生，那我跟他聊了，很融洽，那我们一起经历了被锁在门外的一个事件。如果留下联络方式，有机会在之后再相遇嘛，有机会再做联系嘛。但是我们没有，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出国旅行遇到的所有的人事物啊，可能真的就是那种一期一会，就是你可能这辈子就会遇到他这么一次了。这让我想到我之前在澳洲的时候啊，我在 Tasmania，跟一个 homestay 的一个，他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马铃薯农场那个 Peter 他们家的一个亲戚，呃，他的姐姐吧，姐姐的儿子，然后我就跑去住他们家，住了1个礼拜。那时候我跟他我跟他出去玩了一段时间。那我们有一次是去找他的奶奶，小孩的奶奶，她其实有点年纪了。然后我们去他家的时候啊，
他就跟我说，我们就有聊了蛮多的，然后到最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让我觉得有一点，很真实又很震撼的一句话。他就说，我忘记实际上他讲什么，但他就是说很高兴可以遇到我啊，那希望我在这里过得愉快啊，但是因为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所以就祝福我这样子。他说最后一次见面，确实，确实真的是我的人生呢，跟他真的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我再也不会再遇到他了。我可能也不会再跑去澳洲，我也可能不会跑去澳洲，甚至是在 Tasmania 那个地方再去遇到他这个老人家。他那时候几岁啊？可能有70几岁了吧，70、80岁了。那都是已经十几20年，至少15年前以前的事情了。如果现在讲起来，他可能是人瑞了，80、90岁了。如果他还在的话，他是一个很宠孙子的一个老阿姨啊。那他那时候就有这样跟我讲，那我其实当时就蛮有感触的，真的就是我这辈子就只会跟你讲这么一句话，跟你相处这么一段小小的时间，我们之后可能就永远啊，真的是永远不会再见面了。所以我非常珍惜那时候的时光啊，就是跟他相处的时光。在他们家好像有吃了晚餐吧？对啊，就人生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啊。说到下次我去澳洲，可能也遥遥无期啦。我还有很多别的计划里面呢，它可能会是排在非常非常后面的地方。那所以我才会出国之后，我都会特别去把握当下，做任何我能够做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要出国旅行，我就会特别感觉我是那种活着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在台湾的话，就会有一个包袱，就觉得说，我就是我，就很多事情不能做。那很多我的欲望啊，还是我的需求，还是我的想法，都会被很奇怪的一个制约压抑下来，所以我很多事情都不会做。我就在想说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在台湾的时候啊，在我是我这个身份的状态的时候呢，能够多多的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，然后更自由一点。就觉得我好像做不到这种事情，就有点点的受限于我现在的，比如身份啊，还是说，对啊，就觉得受限于我自己的身份跟我的环境。就没办法成为像我当初在澳洲的那一年那么的无拘无束，那么自由自在，那么的疯狂，那么的活在当下，那么的把每一天都过好，那么样的体验人生。我也不懂为什么，就是我觉得出国对我来说，就是好像有点点瓦解了我这个框架，就是我好像跳脱了身为我的社会既定的概念。因为就像是怎么说呢？比如说在台湾，我就要背负着我的名字啊，背负着我的工作啊，背负着我的家庭呢，我家长的期待啊，你就觉得说，我就应该做什么事情，我不应该做什么事情。但是我一旦出了国之后呢，就是觉得说，这些人，所有人都是不认得我，而且所有人很可能，就像我刚才讲到的，澳洲的老阿姨啊，不只是老阿姨啊，所有我在澳洲认识的所有人、遇过的所有的人，我们真的就是一期一会耶。我们可能这辈子就永远不会再见到第二次面了。那就是要在这么样自由的一个环境之下呢，好像我才能够更忠于我自己，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更有活着的感觉啊。所以有没有可能啊？我其实是需要离开台湾啊，就是我需要一个地方让我可以不要背负着我自己的身份，
的地方，我才能够去活得更自由一点，活得更自在一点，我活得更无拘无束。因为我现在这样的工作跟我现在的生活环境的话，其实也没有不好，但这就是所谓的舒适圈欸。舒适圈就是在这地方算舒服，但是有点停滞不前啊，就觉得说在这里有点在空转的感觉啊，就像我那时候上山杂谈谈到的一样啊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这里有点空转啊。可是人就只能活这么一次啊。最昂贵的东西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其实最昂贵的东西是你的时间，时间就是你的生命。富兰克林不是讲过了吗？富兰克林说什么？你热爱生命吗？你如果热爱生命的话呢，那你就是不能浪费时间，因为时间就是你的生命。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在浪费时间啊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其实也有人说啊，不管是任何事情、任何的经历、任何的体验，其实都不是在浪费啦，因为这些都是构成你生命的必要的东西啊。就算是绕路也是一样啦。是谁？罗伯特清崎讲的嘛？他说失败是成功必要的绕路啊。这句话我也讲好几次吧。失败是成功必要的绕路啊，所以我的浪费时间跟这个赖在舒适圈里面的那种感受跟状态，是不是也是离开舒适圈之前所必要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原本想说我这个杂谈应该没有什么题材好讲的，结果却剖析了很多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东西，真的就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啦。那我觉得，每个人都需要像我这样子试着跟自己对话一下啦。其实你自己跟自己聊聊啊，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啊。但是你跟自己聊聊，不一定会像我这样，就是有点那种抛头露面的感觉，把它做成影片，然后传到自己的频道吧。你讲的东西讲的头头是道嘛，就是有一点道理，或者是从你的世界里面、你的世界观里面体悟到的东西，然后做出影片来。然后你除了可以跟自己对话，得到一些收获之外呢，你做成影片也可以，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像我之前讲过的嘛，这些影片可能说不定活得比我更久。那甚至有一些我在杂谈里面提到的内容跟我的所思所想呢，非常适合在我的葬礼上面播放啊。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啊，假如说你今天不幸的已经离开人世了，那你的所思所想呢，谁能够帮你传达呢？当然就只有你自己啊，你自己传达你自己的所思所想啊。如果 YouTube 不要倒掉的话， Google 不要倒掉的话，那说不定它是可以永久存在这个世界上的，然后它活得比你更久。那就由你自己为自己发声吧，就是你可以对这个世界去讲述你的人生，去传达你的想法，去让世界知道说，哇，其实也有一个这么样一个无聊的素人，在这样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去真诚的诉说自己内心的感受，对不对？好吧，今天早上就这边结束了。觉得影片还 OK 的话呢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转发，拜拜。